学习系列，如何运用 Quizlet 高效背单字？准备好把死板的资料变成大脑里的活知识了吗？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套超级高效的单字记忆工作流，帮你彻底弥平整理资料与真正学会之间的巨大落差。好的，我们直接切入重点。你想想看，你可能刚用 AI 阐述了一大串超赞的篮球术语清单，然后满怀成就感的把它存进 Google 云端硬碟里。但老实说，躺在试算表里的资料绝对不会自己跑进你的脑袋里，对吧？不管你搜集了多少完美的单字，如果没有一套系统去消化，那真的就只是在做白工。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核心挑战其实是，你到底要如何真正记住它们？为了突破这个盲点，我们会跟着这份资料的脉络快速走一遍，从如何解决记忆痛点，展示超神速的复制贴上汇录法，加上影音辅助，用电脑边玩边学，到让你在手机上随时复习。最后，我们会揭晓一个关于创造与消耗的终极法则。接着，我们马上进入第一步，到底该怎么记住这一切？这份分析点出了一个大家常遇到的真实情况。假设你手边有一份45个 AI 生成的 NBA 篮球术语，像是 rebound 篮板球，或者是 crossover 换手运球，这些资料整理的再精美，如果只是被静静地丢在云端硬碟里长灰尘，那真的毫无用武之地。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死板的文字转换成大脑喜欢吸收的互动材料。接下来第二步，也是整个流程中最神奇的地方，瞬间复制贴上的汇入法。你要知道，这一步直接帮你省去了手动输入的无底洞。只要你用同一个 Google 账号登入 Quizlet， 连新密码都不用记。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试算表里的单字跟中文意思反白，按下 Ctrl+C， 然后切换到 Quizlet 的汇入视窗，毫不犹豫地按下 Ctrl+V 贴上，就是这么一个神清气爽的动作。就在你按下去的那一秒钟，哇！整整45个单字和它们的中文翻译瞬间变成了45张独立的单字卡，你完全不需要盯着荧幕，痛苦的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敲。本来可能要耗掉你大半个小时的无聊苦差事，现在几秒钟就搞定了，是不是超有成就感？搞定文字后，我们来到第三步，帮单字加上声音和视觉的记忆点。汇入之后，你必须先告诉系统这两排字到底是什么语言，把单字设成英文，释义设成繁体中文。只要这么做，文字转语音的引擎就会直接给你最道地的发音。而且最棒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只要在第一张卡片设定好，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套用到剩下的所有卡片，完全不用重复点击45次。接着顺手帮单字挑个顺眼的图片，视觉印象立刻加倍。关于图片这点，这份资料非常客观地提到了一个小限制，免费版用户没办法自己上传特定图片，所以如果遇到 crossover 这种比较抽象的字，可能找不到100%完美的图，但其实根本不用太担心，因为系统内建的图库超级庞大，每个字几乎都有10几张高度相关的画面可以选，像是球员在空中奋力抢篮板球的照片，这对我们有效记忆来说，绝对已经绰绰有余了。接着，我们来看看第4步，如何用电脑端边玩边学。电脑版的界面真的把学习变成了一场游戏，你不只是无聊的翻翻字卡看中文，你还可以把老师背不起来的单字打个星号做记号，或者强烈建议你试试它的配对游戏，这可是超级受欢迎的功能。你可以像玩手游一样跟时间赛跑，把 fast break 快速拖移到快攻，把 double team 丢给包夹，用这种动态的方式学习，不知不觉就把单字刻在脑海里了，完全不再是一件死气沉沉的差事。来到第5步，也是现代人必备的，带着你的单字本随处走。只要登入同一个账号，你刚刚建立的45个单字会立刻同步到手机上，而且手机版有个超级顺手的滑动机制，就像在滑交友软体一样，认识的字往右滑，
不熟的往左滑，系统马上帮你过滤出需要加强的单字。不仅如此，每滑一张，它还会自动念出英文发音，加上专为手机荧幕量身打造的超大字体排版，通勤的时候拿出来单手操作，真的是极致的体验。最后，我们来聊聊第6步，数位自学的创造与消耗终极法则。这里梳理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强大策略。当你要大量汇入资料、建置词库的时候，拜托，请一定要依赖电脑，善用键盘和滑鼠的高效率来处理一些粗活。但是，当你要开始真正的记忆与背诵时，请果断换到智慧型手机上，享受它带来的极致便利性，随时随地利用零碎时间来学习。没错，这句话完美总结了这套哲学：电脑负责建立，手机负责记忆。把这2个阶段明确分开，你会发现以往学习过程中的那种烦躁感跟摩擦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各自发挥了设备最大的优势。既然现在把45个生硬的单字转换成专属的互动字卡，花不到你1分钟的时间，门槛几乎已经彻底消失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利用每天等车排队的那些零碎时间呢？你会如何运用这套超顺畅的工作流去攻克你自己的学习目标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好好规划啦。赶快去试试看吧，我们下次见。